庄子的智慧，跳出争论，看见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，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《庄子·徐无鬼》中奇妙的鲁剧鼓瑟的故事，探寻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。故事里的瑟是先秦时代的弦乐器外形，和现在的古筝、古琴相似，通常有25根弦，每根弦都配有弦柱，按照宫商角徵羽5声音阶来定调。李商隐那句“锦瑟无端50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”，说的就是最早的瑟有50根弦。故事从庄子和惠子的一场辩论展开。庄子问：要是射箭的人不是先设定目标，射中哪里就把哪里当目标，还说自己是神箭手，那是不是全天下人都能像后羿一样被称为善射之人了？惠子回答：可以这么说。庄子又把话题延伸：天下没有公认的绝对正确标准，人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对，那是不是天下人都能和尧舜一样被看作圣贤了？惠子还是回答：可以。庄子继续发难：那如墨、杨、公孙龙，再加上先生你，5个人观点各不相同，到底谁才是对的呢？又或者你们都像周初的鲁剧一样？说起鲁剧，他的弟子曾得意地说：我学到先生的道术了，我能冬天生火做饭，夏天制冰。鲁剧却摇头，这不过是顺应阳气生阳气，阴气生阴气罢了，算不上真正的道术。看我的！于是鲁剧调好了2张瑟，一张放在堂屋，一张放在内室。当他拨动堂屋瑟的公阴弦时，内室的瑟相应的公阴弦也震动发声，拨动角阴弦，内室瑟的角阴弦也跟着响应。这是因为音律相同，同类相感。接着鲁剧把堂屋瑟的1根弦调成不定音，不属于5声音阶中的任何一个音。可当他拨动这根弦时，神奇的事发生了，内室那张瑟的25根弦竟然同时震动发声。庄子对此评论：鲁剧以为这是高超的奇术，可本质上还是以声招声，和他弟子以阳气招阳气，阴气招阴气没啥区别。这就好比诸子百家看似观点各异，实则水平相差不大，只是评判标准不同罢了。惠子听了，虽然明白庄子的意思，但还是追问：现在如墨杨、公孙龙和我辩论，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却都不觉得我错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庄子便讲了2个故事。第一个是齐国人把年幼的孩子丢在宋国，托付给守门人，却不管孩子死活，可得到珍贵乐器时，却层层包裹，生怕有一丝损坏。这就像那些热衷于辩论的人本末倒置，为了争论而争论，忘了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。第2个故事是楚国人寄住在别人家，不但不收敛还，斥责主人，半夜乘船，船还没靠岸，就和船夫打斗起来。这就如同那些参与辩论的人不懂得珍惜互相学习促进的机会，反而在争论中伤了和气，浪费了时间。庄子通过这2个故事，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现象：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，却不知人与人之间的标准千差万别，不同群体的认知和观念大不相同，这就导致了无数的摩擦、争论，甚至矛盾。但仔细想想，这些争论大多毫无意义。在生活里，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这样，因为观点不合就和人争吵，陷入无意义的情绪对抗中？比如在家庭中，为了一点小事就和亲人争得面红耳赤；在工作中，因为方案不同就和同事僵持不下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不妨跳出争论，审视矛盾背后的问题，这样或许能看到更广阔的天地。好了，今天关于鲁剧鼓瑟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从庄子的智慧中得到启发，在生活里遇到争论和矛盾时，多一份理性，少一点意气用事。当我们下次与他人产生分歧时，先别急着反驳，不妨静下心来，试着去理解对方观点背后的立场与原因。就像在一场激烈的家庭讨论中，对于如何规划假期，有人想外出旅行，有人则倾向于在家休息。若此时我们能摒弃自己的固执，去倾听家人的想法，或许会发现，想旅行的人渴望的是拓宽视野、放松身心，而想在家的人是希望享受宁静陪伴家人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些，就不再是简单的为了争论而争论，而是可以一起寻找一个折中的方案，既能满足旅行的愿望，也能在家中享受温馨时光。在社交场合也是如此，面对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，若一味的用自己的标准去批判，只会引发更多的冲突。我们更应该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接纳、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，因为这个世界本就丰富多彩，正是不同的观点和生活方式才构成了这多元的世界。让庄子的智慧融入我们的生活，成为我们化解矛盾、
增进理解的法宝。从现在开始，在每一次可能发生争论的瞬间，都尝试运用这份智慧去拥抱和谐，去发现那些被争论所掩盖的美好。相信当我们真正学会跳出争论，我们不仅能看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，还能收获内心的宁静与生活的幸福。让我们一起在庄子智慧的指引下，开启更加从容豁达的人生旅程。而在工作领域，这种智慧同样意义非凡。职场中，项目方案的讨论常常是百家争鸣，有人主张激进创新，以开拓新市场；有人倡导稳健保守，维持现有优势。若争论双方只是急于表达各不相让，那讨论很可能陷入僵局，项目推进也会受阻。但当我们以庄子的智慧为导向，去探寻激进者背后对企业发展的急切期盼，理解保守者对稳定运营的慎重考量，就可以整合双方观点。也许在保留核心业务稳定的基础上，拿出部分资源投入创新尝试，这样既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野心，又保障了根基的稳固，实现共赢。教育孩子的过程中，也充满了各种观念的碰撞。家长希望孩子在学业上出类拔萃，不断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，孩子却渴望有更多自由玩耍、发展兴趣的时间。此时，若家长能放下成绩至上的执念，去倾听孩子内心对成长的诉求，就会发现孩子在兴趣爱好中能培养创造力，提升自信。而孩子若能理解家长对自己未来的担忧，双方就能达成共识，合理安排学习与兴趣发展的时间，让孩子在健康快乐的氛围中成长。庄子的智慧宛如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无论在亲密关系、社交圈子，还是工作、育儿等方方面面，只要我们愿意践行，就能将矛盾转化为沟通的契机，把冲突变成增进理解的桥梁。让我们带着这份智慧步履，轻盈地走过生活的每一段路，去拥抱一个充满和谐与美好的人生，让每一个当下都成为幸福的注脚，让每一次交流都绽放出理解的光芒。在社区邻里间，庄子的智慧同样有着施展之地。老旧小区改造时，部分居民希望能尽快拆除重建改善居住条件，而另一部分居民则眷恋熟悉的环境，担心重建带来的噪音、搬迁等麻烦。如果双方各执己见，争吵不休，不仅伤了邻里和气，改造计划也会难产。但当大家尝试换位思考，重建派理解老住户的念旧情怀，老住户体谅重建派改善生活的急切心情，便能共同商讨出一个更周全的方案。比如分阶段施工，先改善基础配套设施，再逐步推进重建，最大程度平衡各方需求，让小区改造顺利进行，邻里关系也更加和睦。不仅如此，在文化交流中，庄子智慧的价值愈发凸显。不同国家民族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，在全球化浪潮下，文化碰撞频繁。若一味强调自身文化的优越性，排斥其他文化，就会引发文化冲突，阻碍交流合作。当我们秉持包容开放之心，尊重文化差异，探寻每种文化背后的历史渊源、社会背景，就会发现不同文化间虽有差异，却也能相互补充，彼此交融。就像中国茶文化与西方咖啡文化看似大相径庭，却在交流中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茶开饮品和休闲方式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体验。让我们把庄子的智慧深植心间，在生活的琐碎日常里，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，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时，始终保持平和与理性，用理解替代指责，以包容化解分歧，让和谐之花处处盛放。让我们的世界在这份智慧的滋养下变得更加温暖美好，每个人都能在充满爱的环境中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篇章。从每一次购物的讨价还价到团队的协作攻坚，让这份智慧化作行动指南，贯穿生活点滴，让美好与幸福成为生活的永恒旋律，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